明眼人都知道，美利坚媒体这时候忽然开始曝伯纳德·埃尔诺以前的黑料，就是因为伯纳德·埃尔诺在白马岛的事情上咬死不撒嘴，伎俩虽然都懂，但真当伯纳德·埃尔诺那些黑料被曝光之后，很多人多多少少还是对他有了几分不满，或者崇拜之情也不再像之前那么强烈。其实大统领这一招本身就是阳谋，大家都知道是我在曝他黑料，但那又怎样呢？只要黑料爆出来了，人们对他的态度就一定会变。可是谁都没想到，伯纳德·埃尔诺竟然真的这么硬核，竟然一言不合就直接关停旗下几十个品牌在全美的数千家门店。要知道，美利坚市场一年有上百亿美金的销售额，几十亿美金的净利润啊，竟然说不要就不要了，真是狠人。在办公室看直播的大统领也看傻了，他一直在关注发布会的现场直播，本来是想等着记者发问的时间，看那些记者问伯纳德·埃尔诺黑料的事情，再看一看这老登该如何应对，到时候肯定会搞得这家伙很难堪。可万万没想到，还没等进入到记者提问环节，这老东西就直接开大了。旁边圆脸的幕僚也看傻了，他喃喃道：“这老东西神经病吧？竟然明天就要把所有店都关掉，就这么点事儿，他至于吗？”大统领也迷茫了。是啊，怎么看这都不是一笔合适的生意，感觉就好像我不小心放了个屁熏到他了，结果他威胁我，如果不道歉就把他自己的腿砍掉一条，这他妈纯粹是有病啊！他需要脑科医生和心理医生同步干预。幕僚尴尬地问：“那现在咱们该怎么办？”局面被这老东西搞得有点太被动了。咱们只是威胁他，要给他的车贴罚单，结果这家伙直接车都不要了。如果他真的把所有门店都停掉的话，那外界的舆论肯定就直接倒向他那边了。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大统领恼羞成怒地骂道：“这太扯淡了，简直荒谬至极！本来互相给个台阶，这件事就算过去了，结果这老混蛋竟然一点面子都不给我。现在我刚要把他搞臭，他直接不活了。”现场，伯纳德·埃尔诺在宣布完决定之后，现场记者纷纷举手提问。这次伯纳德·埃尔诺还是优先考虑法新社。法新社的记者问他：“埃尔诺先生，据我所知，您旗下的集团每年在美利坚市场的净利润大概有20-30亿美元，甚至可能更多。您忽然要关停所有在美国的门店，这对您来说损失是不是有点太大了？”伯纳德·埃尔诺毫不犹豫地说：“损失是大了一点，但无所谓，我现在在乎的是正义能不能得到伸张。”说到这里，他看向台下几位美利坚的媒体记者，微笑道：“在场的美利坚记者朋友们应该都心知肚明，你们的媒体从几十分钟之前就开始起底我以前的一些行为和事迹。我也承认，在原始资本累积的过程中，我和许多登上过富豪榜的生意人一样，都曾经有过或多或少的原罪在身。这一点我不会否认，也不能否认。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我所能用实际行动来回馈这个社会，也算是为我当年曾经犯下的错误买单。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但有的人一辈子都不会承认自己犯过错，更不会为自己犯的错误付出代价。但我不一样，我承认，并且愿意承担。吃瓜群众看到这里，对伯纳德·埃尔诺的态度瞬间又改观了。老爷子虽然以前是干了不少龌龊事，但现在浪子回头了，为了伸张正义，一年几十亿美元净利润都不要了。以前脏点怎么了？啊？怎么了？回答我！看着我的眼睛回答我！现场的记者也都服了，老爷子的这一番态度和言论，已经形成了铜墙铁壁，自此神功已成，刀枪不入了。当然，前提是他坚决贯彻关店的决定，而不是虚晃一枪后戏耍民众。还有记者不相信他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于是问他：“埃尔诺先生，您确定所有的门店都会在今天凌晨关闭吗？还是您只是给我们玩一个文字游戏？凌晨每家店铺自然都会关店。”
但是第二天早上他们又会打开门来正常营业。我想问一下，您在全美的店铺今天凌晨关闭之后，什么时候恢复营业呢？伯纳德·埃尔诺淡淡道，没有期限，但绝对不可能太短。知道你们担心我是不是夸大其词，在这里博眼球。我可以给诸位承诺一件事，那就是全美商店起步关停时间为3年，上不封顶。卧槽，纯他妈的牲口！电视机前的大统领把喝了一半的可乐猛然砸向地面，他整个人已经极度愤怒，又觉得极度无力。自己是美利坚的大统领，自己能保证的就是所有在美利坚以及想来美利坚生活以及赚钱的人都必须看自己的脸色，自己让他怎样他就得怎样，否则自己有的是办法搞他。可如果对方不想来美利坚生活，或者不想来美利坚赚钱，那自己对他们来说影响力几乎为零。如果去那些不发达国家问一问当地的农民以及底层人民，他们甚至都不知道美利坚的大统领姓谁名谁。一旦伯纳德·埃尔诺放弃了美利坚市场，那他与大统领之间的关系也和那些不发达国家底层农民一样。别看大家的身份地位悬殊极大，但归根结底谁都奈何不了谁。而且伯纳德·埃尔诺公开宣布了全美店铺至少关闭3年，他很有可能会损失100亿美元的净利润，而他为了缩减成本，也肯定要裁掉在美利坚的几万名员工。到时候这几万名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就会成为自己的反对者，整个社会舆论都一定会偏向伯纳德·埃尔诺。大统领恼怒无比，恨不得直接大耳光猛抽那个老东西。这时现场一位 CNN 记者黑着脸向伯纳德·埃尔诺提问，埃尔诺先生，您如果真的关停您在全美的所有店铺，那是否意味着您的企业将裁掉几万名美利坚本土员工？那您觉得这对那些员工以及他们的家人来说是否公平呢？伯纳德·埃尔诺心里冷笑，裁员？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裁员呢？这几万名美利坚的员工就是我刷经验的外挂啊。虽然每个人金额不多，但是加起来不就是个天文数字了吗？连至少也得10亿美金起步。做生意就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我关停了这里的所有店铺，我不但损失了每年上百亿美金的销售额，几十亿美金的净利润，我还要额外承担这几千家店铺的店租，几万名雇员的工资和福利，我怎么可能放过这好事儿？于是他大手一挥，十分大气地说，关停店铺是我个人对美利坚政府包庇黑水公司的抗议。我怎么可能让全美几万名雇员因为我的个人决定受牵连？所以我要在这里向所有美国的雇员们宣布一件事，就是这未来3年关停店铺的时间内，每个人的薪资都照常发放。我操啊！华盛顿一众人直接破防，这他妈的真是要死了！遇到这样的敌人，神仙也不可能打得赢啊！现场的记者也都懵了，他们在新闻圈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什么样形形色色的奇葩事情都见过了，但是唯独没见过现在这样的事。一个老板因为个人的一点小脾气，1年几十亿美金的市场全部关停了。这也就算了，关键是所有员工不裁员，而且工资照发。早知道是这样，自己提前1天辞职，去这集团旗下的店里找份工作，岂不是可以躺着拿3年薪水？此时伯纳德·埃尔诺集团旗下所有美利坚的店铺员工都在疯狂地庆祝欢呼，幸福来得太突然了，这真的是做梦都不敢想的超级大好事。它好到什么程度呢？你就是到了教堂都没脸跟上帝许出这样的愿望，可现在伯纳德·埃尔诺帮他们实现了。伯纳德·埃尔诺在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也有些肉疼。作为资本家，他肉疼的点不在于自己损失了钱，因为损失钱在他眼里看来是赚钱，因为自己是靠损失钱在叶晨那里赚经验值。他真正肉疼的是自己那些员工，不用工作就能拿3年工资，确实有点太便宜他们了。资本家的本质就是压榨员工的剩余价值，
可是花钱买来的员工无法压榨，他心里就会有一种吃了大亏的感觉。不过他毕竟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孕育出来的老牌资本家了，很快就想到了一个对策，于是笑着说道：当然，我在这里要声明一下，我说店铺关闭，也并不是把员工都赶走，把门关起来，而是要让我的雇员们继续在我的店铺里工作，而我的店铺也依旧开门向所有美利坚的客人，只是所有美利坚的店铺都不再具备销售属性，我只把它们当成展厅，向全美利坚的民众展示我们的产品以及品牌理念。这话一出，员工刚才的狂欢瞬间戛然而止，但不影响民众对伯纳德·埃尔诺的崇拜。而对伯纳德·埃尔诺来说，关停美利坚市场，几千个门店的员工工资照发，店铺租金照付，会让集团的美国市场财报难看至极，损失一定是个天文数字。这样一来，在叶晨那里就能最大限度积攒经验值。可几千家只开门展示不做销售的店铺，虽然不能贡献营收，却能给品牌贡献足够的宣传度。这样一来，全美的民众想买自己品牌的奢侈品，就只能选择去海外购买，或者干脆海外代购、海外网购。到时候，这些美利坚订单的收入都算在了集团其他国家的销售业绩上，不但自己赚了钱，还不耽误美利坚市场的继续亏损，等于自己经验值赚着，钱也换个路子继续赚，简直就是最完美的方案。